分到这边结束，我们继续到逻辑的部分。好，那逻辑部分我昨天晚上有做了一张表，这样子哈，我想说今天可以现学现卖一下。好，这张表我昨天晚上放在 A2G 的社团上，那我一会儿应该只会放在这上面下载了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张表上面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就发现说它无法给大家看。好，有啦，好，来。这张表我主要是写说，就是我自己在考试的时候，我会有2个方向，我会就是一个有经验的 test taker，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在看到题目的时候，他会去思考说，他看完题目，一边看题目一边思考，然后呢看完题目的时候，他会去想说，好，我今天正向方向该往哪里走？好，如果等一下找正确答案的话，会往哪里走？要找错误答案的话，哪些东西可能是错误答案？然后哪些是无关选项？好，那我永远想不是从哪里开始想，我从销路开始想。因为很简单，我讲过很多次了。我这个人好靠腰别人最厉害，大家听懂我意思吗？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都会往销路的地方想。好，所以我第一个怎么样呢？先看好方案类型。如果我先读题目，如果结论是一个 proposal 是一个方案的话，我们找副作用。OK 好，我们找方案，这个方案会不会做出来？原本这样看起来做出来的好的。结果之后做出来的方法，另外一条线反而会导致这个结果的消磨，这样子 ，OK， 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好，然后再来怎么样呢？如果今天是假设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确保你没有副作用产生，就是假设很简单，就是什么？把那个洞补起来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把可能会出现消点补起来这样子，然后再来，如果今天这篇文章里面是什么？出现什么？出现 premise， 就是结论里面突然跳出来一个 premise， 没有出现新概念，是叫什么？叫断桥，你是要把它连起来。好，这部分我在PPT 上面或者是 A2G 社团上面分享过这样子。好，我那时候说一个连接叫什么？叫做他家里很有钱，所以他不能当所以他不会贪污这样子。OK， 他家里很有钱，所以他不会贪污。好，我们要怎么破除这种6、8、9神逻辑呢？很简单，就告诉你说什么？你要怎么做假设？你的假设就是有钱人一定不会贪污，这要连接断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贪污是你不会贪污是你的结论里面的新概念，你前面没有提到这个字，你要把它跟前面字连在一起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好，我不要再举更多例子了，不要做造口业这样子 ，OK 哦，好，然后再来，加强有2个方向，加强一个方向是什么？跟假设题一样，告诉你说不会有其他的销路点发生。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？举出更多有力的证据，好，更多方向一致，就是都爱支持的证据这样子 ，OK 哦，好，再来，如果今天是英国的话，好，英国什么样的特色？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好，有2个方向，好，销路方向是印有他或英国倒反 ，OK 哦，就是说什么？好，今天原本认为，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好，吃苹果，我们一个实验里面发现什么？好，吃苹果的人。给一个人吃很多苹果，给另外一组人没有吃苹果，然后就发现说吃苹果那组人怎么样呢？我靠，活超久，活80年这样子，好，另外一组是活30年，好，所以结论怎么样呢？吃苹果导致人长寿，所以你要长寿你就多吃苹果就对了 ，OK 哦。什么叫因果倒反？就是什么？好，也许说我们今天都调查说发现说那些常吃苹果的人通常也比较长寿，所以我们认为苹果使人长寿。这样讲好，这样好像比较好，设计选项 ，OK 哦。好，什么叫因果倒反？人到老的时候才会想要吃苹果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前面发现说老人都会吃苹果，不是因为吃苹果让他变老，不是让他变长寿，是因为什么？他们到老的时候觉得苹果好好吃，他们就一直吃苹果。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因果倒反，是因为他们老了才会倾向吃苹果，就很像你家什么老头子很喜欢吃馒头是一样的意思。OK 哦，好，另有他因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吃苹果人都比较长寿，所以一听苹果让长寿，其实怎么样呢？吃苹果人都集中在，比如说集中在冲绳好了，而冲绳那边的气候使人长寿，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只是单纯的巧合，是另有他因而已。OK 哦，我就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解释哦。OK 哦，好，然后再来，那当然今天要假设的话就是什么？你就要保上没有他因，好，就是把他因排除，或者是不会因果倒反。OK 哦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题目会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怎么样呢？如果今天你要做加强的话，好，你要做假设的话，如果断桥一样是要把断桥连起来，这边我没有写到，刚刚这个是同一行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要做加强的话，一方面是用假设方法加强，一方面是用什么？提出更多证据。好，再第3个类比，点出如果今天是用 A 例推 B 例 ，OK 啊，这种题目上看到的是什么？这些公司做了这个方法，做了这个东西好。然后，所以 B 公司做的一定也会好 ，OK 哦。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，好，你看一下韩国签 FTA，说我们台湾也要签个什么
我不要再多讲了，好，这就签个另外一个东西哈。那这样我们台湾也很厉害这样子 ，OK 哦，那你会怎么反驳他？很简单，国情不同嘛，对不对？听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4个字而已，这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逻辑 ，OK 哦。国情不同就是什么？切断类比，你要点出那个类比2个例子的差异。凡是没有讲到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直接让5官排除掉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加强或假设的话，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差异这样子。好，第4个，如果他今天要用个体推母体或母体推个体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好，如果今天要用个体推母体，母体推个体削弱的话，全部人都这样说，你一个人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全世界都很有钱哈，所以你整个国家都很有钱。好。那什么，整个国家平均收入有3万美金，所以你一定也有3万美金的收入 ，OK 哦？那我们就要告诉你什么？我们国家贫富差距很大的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？如果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隔壁的老王原来收入3万美金，所以代表说我们整个国家一定都很富有。我要告诉什么？老王是 outsider， 他是一个什么特例？他是一个特例，他只是个案，那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？好，来，这是我们一般生活中的逻辑，所以逻辑这个不难，这个听懂我意思哦 ？OK 哦？好，来。如果今天你要说什么，你要，那如果你今天要去把它加强或假设的话，你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补起来，好，就像说分布平均或代表性，或没有代表性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？提出更多证据，或者是什么，把断桥补起来，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所以第一个，请你用判断题目类型的形式，题目的结论如果是方案因果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向让你知道。题目整个叙述形式如果是类比或者什么，或者是母体推个推母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种方向来想，这是基本的什么？基本的想法。为什么我会把这些题目放在一起？原因是因为这些题目是好最基本的题型，它大概会出在什么 CRT 的1半左右。如果你掌握的话，等于掌握了 CRT 大概5成到6成的题型 ，OK 哦。好，所以请各位好培养对 CRT 的思绪。再来，我要讲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哪里是有关，哪里是哪里？你怎么样判断什么是无关，什么是 weekend？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很困难，我怎么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它有关它无关？我都凭感觉这样子 ，OK 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链就知道了。好，昨天半夜发话的，好。这个要分情况哦，这要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方法类型，如果是方法对目标的话 ，OK 哦，我这边写 N 就是无关呐 ，not related，OK 哦，我这边写 weekend 的话就是哪里写 we， 没有，这边都写 W， 不好意思哦，我要写W 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去 evaluate 它，就可以 weekend 它 ，OK 哦，好，来，方法对目标的话，这叫什么？是叫做我们要去检验的逻辑。OK， 我们要去检验有没有到了这个逻辑，有没有办法达到目标。其他目标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说做这个东西可以赚钱，那你今天跟我讲说做这个东西还有别的好处，就是什么？好，降低失业率，这关我屁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其他目标是无关。OK 哦，再来怎么样呢？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，有没有关系？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只在检验这方法，除非你今天的结论跟我讲说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我们才可以说，如果有其他方法的话，就是不是唯一，那这样就可以削弱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。来，我妈这个还蛮重要，我宁愿把这个讲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愿意听完，你可以留下来没有关系。对，然后再来，好，方法实行前有没有关系 ？OK 哦，方法实行前没有关系。好，比如说要怎么样才能做这个方法，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题目的假设说，如果这个方法已经被做下去的情况下，会不会成功？所以我们的假设已经丢下去，所以我们不能讨论说议会会不会同意，总统会不会签署，或者是什么家人会支持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们假设说是已经做下去，所以做之前的事情我们不讨论 ，OK 哦。再来，目标达成之后，比如说收入增加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，OK 哦。好，这也不讨论 ，OK 哦。我们只到这边为止，所以我们不讨论目标达成后，说这边全部都是无关。那只有什么是有关？这个连接有没有关系 ？OK 好，所以就是这一段而已，只有这一小段而已。好，这边这个时间点，好 ，OK 好，还有这条线。那最常见的销售模式就是什么？告诉你说这边是有好处的，但告诉你说另外一条线连过去这边是反目标的，你要听懂我意思吗？的副作用 ，OK 好，好，来再来，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？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因跟果 ，OK 哦，好，来讲到因跟果就不太一样了，好，其实一样啊，原因之前我们也不讨论啦，好，结果之后我们也不讨论啦 ，OK 哦，好，那这边是什么？这就有差别了，因为通常因果的东西呢，我们就这两边就有差别了。如果今天是不同原因导致同一结果，它叫什么？另有他因，那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好，这就是 weak 的点了，这就是有关的点了 ，OK 哦，好，不同原因导致同一结果，就是另有他因，然后再来。同一个原因不一定会导致同一个结果，叫什么？同因不同果嘛，对不对 ？OK 好，这里也是小弱的点吧？OK 好，好，再来往回去，结果不是因果果，而是由果到因，叫什么？因果倒反，这也是小弱的点。OK 好，这两个图我分开来画。好，各位这个不用担心，今天你们回去就可以在网上下载到。OK 好，好，这个
这个是我觉得还蛮重要，我自己逻辑的一个小心得啊，这样子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，你看这个图就知道说，到底在逻辑上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讨论，什么事情我们是不用讨论的。好，如果方案类型的话，刚刚那东西我们都不用讨论；如果是因果的话，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果跟其他的因有没有可能会进入这个连接里面，这样子。OK， 再来还有一个点，好，来有一些小的技巧，参考概念，好。这些参考概念，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。这边我们等下会题目会用到，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。好，与金钱有关的东西，要题目里面只要提到的会赚钱，会什么跟钱有关的东西，就要考虑动态平衡。OK 如果题目最后讲到说，我们做这个方案下去之后，我们利润会增加，他都要脱衣服，不好意思哈。来，那我们说到说我们利润会增加的话，那就怎么样呢？他可能会告诉你，题目可能告诉你说，这个方案下去之后，收入会变多。所以今天我们利润会增加，可是要怎么削弱？你要记住，利润是由收入跟支出共同决定的。那我们要怎么削弱？变支出也可能会变多，或者是其他部分的收入变少。那听懂我意思吗？在动态平衡。那如果他今天只讲说 revenue 会增加呢，我们要考虑到什么？他可能会告诉你说，我们要涨价，什么收入会增加，你就要考虑到买的人变少了。OK 或者是怎么样呢？好，今天。他告诉你说，价格会上涨，因为供给变少了，那你要考虑到可能需求也变少了。那听懂我意思吗？叫动态平衡。反正讲到钱的，GMAT 很喜欢考这个东西，你要考虑到额外成本、额外收入，因为这是两个东西共同决定的。OK 再来什么叫概念不对等的？看到题目里面只要出现这些东西的其中一个的时候，你都要去想另外一个东西。OK 题目里面出现 proportion、ratio、percentage 这些字出现的时候，你要想说什么？等一下选项你要小心，它到底写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数量？因为数量不等于比例。那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好，就是很可能会出陷阱的点，你要。随时培养出直觉，就算他最后没有考出来，可是你要注意到 ，OK 好，再来 average 跟 individual， 文章中出现的是平均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到个体了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母体对个体的差别这样子。再来第三个 flow 跟 level， 文章里面可能只讲到说什么变多或变少，可是你不能跟我讲原本就是 high 或 low， 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就是一个定量跟一个动量概念这样子。好，变多不代表说原本就很多，可能是很少变很多这样子。OK 这三个概念是 GMAT 常常拿来混淆你的概念。OK 好，然后再来。遇到实验调查或访问的题目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说科学家做一个实验，科学家去街上做一个 survey， 好，或者是今天做一个电话调查，然后最后发现说什么多少人都倾向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去削弱呢？基本上呢，好，实验得出来的结果啦，好，它里面只会讲说有两种特色刚好在一起碰上了，比如说倾向做 A 的人也倾向做 B， 这种时候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推因果的 ，OK 好，因为只是这两种 A 跟 B 这两个特色。直接碰上了，所以你可以削弱一点就是什么？搞不好是 B 导致 A， 不是 A 导致 B， 听懂我意思吗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凡是有实验，凡是有抽样的，都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取样没有代表性，你跟我说，我今天打电话都在文山大安区，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的想法不一定能够做全体国民的想法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取样误差，简单的就取样 bias，OK 好，再来，这些都是样本没有代表性嘛，好，然后再来考古题，好。通常我们都是什么挖出两个文物，好，然后发现说这个文物跟另外一个文物怎么样，在同一个年代，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文物是在18几年，所以这个文物也是同一个年代这样子，就是拿另外一个证据来推这个文物的年代，好，那通常这两个证据会有个连接，不管是时间连接或者是地点连接，同一个地点或同一个时间，那你就要做的就是什么？去说这两个东西刚好碰在一起，比如说怎么样呢？新的东西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好，或者说这个地方的什么？年代就是刚好碰在一起，比如说，好，今天我可能挖到说某个人家里面有什么某个人家里的房子是1800年的树木，这个题目有考过，所以这个房子一定这个房子里面的人一定是活在1800年之前的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削弱？我们就说什么，这个房子的木头曾经生长600年才被砍下来做房子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好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把证据跟结论连接削弱。如果他今天是用时间推测、地点推测的话，考古题的话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把这个类比切断掉 ，OK 好，再来，实战上的小技巧，有一些地方像比如说，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结论就是跟这个选项是有关没有关呢？我们除了刚刚那个逻辑连起来判断之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判断就是什么？通常结论里面的主词会有个限定修饰，比如说 those who 点，这个就是在讨论人在讨论就是我们要讨论哪对象，比如说我们讨论35岁以上的人会做什么事情。等一下35岁以下的人就不关他们的事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限定修饰很重要，你可以去注意结论的限定修饰有没有去限定一群人，有的话去对说什么？等一下选项里面讲的是哪一群人，这个常常出现。好，你还记得有一篇文章叫什么？叫做那个
订报纸的人看了广告之后买的产品是几趴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当时说什么，35岁以上一下我忘了，好看买的人数是多少，然后里面有几个选项就是说35岁以下的人 ，OK 哦，所以你要怎么去看？限定修饰怎么去看 ，OK 哦，好，然后再来。第二个，如果你遇到难读的长句，比如说 those who are more likely than those who，OK 哦，这种句子超长，通常都是2行到3行那种读。好，一般来说我也没办法读下去啊，好，只能怎么办？先抓中间比较基准，再抓前面跟后面修饰成分，这样做最好用。OK 哦，这个几乎是 Gmail 里面唯一逻辑难读的长句了啦。好，就是通常的这种情况，就是先抓中间这个比较基准，再抓前面跟后面修饰成分，这样子。OK 哦，好。第三个，只要你发现文章里面结尾有比较，这发挥较为重要哦。结尾有比较的，你一定要点出等一下选项里面一定要点出两者的关系。OK 哈，好，比如说我今天讲说，好，美国比什么日本更自由之类的，好，如果今天我讲这个结论的话，好，然后呢，今天你的选项你要去 weaken 或 support 它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一定要告诉我说，好，你不能只告诉我说美国好最有钱，每个不能告诉我美国很有钱。因为怎么样呢？你不知道日本有没有比他更有钱，那听懂我意思吗？你不能跟我讲说什么好，日本很低俗，因为你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更低俗，那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不能只提到一边，你要提到两者，要做比较，因为只有比较才能带来比较，那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所以你不能只提到一边，就很像是我平常常常举到的一个例子，说什么？如果今天有一个 data sufficiency 的题目叫做 x 大于 y 吗？那如果今天这个题目里面怎么样呢？好。今天这个题目里面 x 等于5 y 等于3，分别是2个条件。你可以告诉你直觉会选到哪一个选项吗？就是 C 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只看到 x 等于5，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会怎么动；只看到 y 等于3，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会怎么动。两个合在一起，那今天换到逻辑题目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？OK 哦，好，所以就是什么？当今天结论出现2个东西的比较的时候呢，你要告诉我，你要把2个东西的关系点出来，你不能只解其中一个，你甚至都不点的话也不行。好，你要只要改变带来改变，比较带来比较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好，然后再来。那如果今天他说 A 国跟 B 国，你跟我讲说 A 国10年前怎么样，这可不可以被接受？不行，因为10年前跟我屁事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他今天讲到10年前比10年后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跟我讲 A 国跟 B 国有没有用？也没有用。但你懂我意思吗？比较基准要抓准 ，OK 哦，这可以帮助你删掉无关选项。我们大部分的 CR 题目，其实你光靠3无关就解决了 ，OK 哦。大部分的题目里面无关选项有4个选项，都可以直接解决掉。好，那如果你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删完无关选项之后，你最后才要再判断，其实剩下2个选项的话，你还有时间要再回去读题目就好了，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，好，所以一开始题目读不懂没有关系。好，如果你如果你害怕你思雅的逻辑的题目读不懂，单字不懂，或者题目太难读的话，导致说什么？导致说就是你整个卡关救不起来的话，请你上 Google，不是 Google， 请你上那个 Facebook 搜寻卡关2个字，好不好 ？OK 哦，好。卡关就是你玩电玩卡关的卡关啦 ，OK 哦，好，去那个 Gmail 社团搜寻这2个字，里面有一篇我发的文章，我总共发了3篇文章，关于逻辑卡关的时候你如何去解决，我里面有解决3个很难的逻辑的例子，告诉你说实战的时候是每一句话我是怎么想的 ，OK 哦，好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，好，然后再来，好，因果类型题目，好，如果今天是因果类型 ，A 一定会导致 B， 那么只要一个反例就可以削弱 ，OK 哦，好。只要一个反例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是事实。那如果今天方案类型的题目，做这件事情可以改善比如说做这件事情好，可以满足消费者。只有一个消费者或某些消费者不满意是不构成削弱理由。你要告诉我大部分的人都怎么样？大家听懂我意思吗？这个题目在 OG 里面有一题叫什么？叫做EIPP 啊，有一个题目你可以回去找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有电动车的弱点在于它无法开长途旅行。还记得这题吗？所以就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个人提出的很北蓝方案，就是什么？你如果开满1000里，我就送你一张租车兑换券，这样子 ，OK 哦。好，里面去观察这边答案里面写到 the majority， 然后另外答案叫做 some customers。好，你去观察一下为什么 some customer 不行？因为只有一些人无法证明的方案，大部分不适用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？OK 哦。好，这张我 Q 起来，我放网络上，我就这样决定了。好，来 ，Anyway， 好，我们现在回来快速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逻辑题目。不好意思耽误到大家时间，但我相信这个东西。蛮重要的，这样，所以我今晚把感动做出来，好，希望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子，好，我希望在这个很乱的时局里面，还能保留一点是有用的东西，这样子，好，来。